在一望无际的蒙古国大草原上，有一个名叫达里干嘎的小镇，十分喜欢摔跤。老蔡作为当地有名的摔跤好手，已经连续蝉联了冠军很多年。不出所料，今年的冠军又是他的。但是对手巴尔吉站起来之后，一脸不屑地说了句：“有儿子的大象也比没有儿子的狮子强。”这句话就像一把利剑，直接刺向了老蔡的胸膛。原来老蔡重男轻女，一心求子，可偏偏接连生了3个女儿，没有儿子在村里是会被瞧不起的。所以老蔡一直耿耿于怀。不过没关系，他的妻子有孕在身，老蔡预感这一胎应该是个男孩，但是又担心又是女儿，所以将快要临盆的妻子拉到了荒郊野外生产。可惜造化弄人，第4个又是个女孩。老蔡神情变得呆滞而又麻木，走火入魔了的他坚称这是个儿子，并且从此把这个女孩当儿子养，取了个男孩名字太平。转眼间10几年过去了，太平也长成了小伙子，喝酒吃肉骑马样样都会，还会仰起头神气的抽旱烟，和男孩没有什么区别。他与邻居女孩雅安关系不错，2个人整天厮混在一起，村里人也都以为太平喜欢他。这天老蔡的3女儿出嫁，一家人大摆宴席。这时太平走了进来，众人纷纷打趣太平什么都会，就是个子矮了点。好在雅安替他解了围，所有人都撮合老蔡向雅安家提亲。雅安只说他和太平只是朋友，自己有了心上人。随后太平和雅安溜了出来，正好遇到了老蔡曾经手下败将巴尔吉的儿子小凯。小凯英俊强壮，风度翩翩，是全县最帅最有钱的男人。草原上的姑娘们见了都会脸红心跳。雅安所说的心上人就是他。由于父辈摔跤的关系，小凯家和太平家一直是世仇。这时小凯看见了太平，于是伙同几个狐朋狗友一起侮辱太平，说他是3寸丁，是矮冬瓜，是3级残废。但太平也不是吃素的，我承认我比你矮，但如果你因此来嘲笑我，我会砍掉你的头，来削平我们之间的差距。说完就冲上去和小凯打作一团。身材瘦小的太平被摔倒在地，眼看2人争执不休，雅安提出让2人比试驯马。这次太平赢了。之后小凯又故意去找太平的茬，面对小凯和他朋友的羞辱，太平抄起一根铁棍，声嘶力竭的叫嚣着。太平很要强，他在维护尊严，不过维护的却不是自己的尊严，而是父亲的。毕竟他是老蔡唯一的儿子。但太平活得很累，他羡慕自己的3个姐姐，羡慕雅安，羡慕他们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女人。这天太平拿着一个包裹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山洞，山洞里的他换上了女装，戴上假发，戴上发卡，抹上胭脂口红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他忍不住笑了，可笑着笑着又哭了。他本是女娇娥，却成了男儿郎。为了父亲的荣耀和愿望，他不得不这样做，只有在这时才能享受作为女人的美丽。这天父亲告诉太平，你3姐怀孕了，我和你妈要去3姐家探望，还嘱咐太平她不在的日子不要出风头，尽量待在家里。太平点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没有父母的约束，太平像是短暂恢复了自由。半夜他透过天窗看着无垠的星空，他换上了女装，在星空下的草原上策马狂奔，又到后山的一个小瀑布洗澡。恰在此时，小凯的父母逼小凯迎娶雅安，但是小凯接近雅安只是为了让太平吃醋，并无真感情。一怒之下，小凯离家出走，恰好路过小瀑布。此时太平脱光了衣服，在瀑布下尽情的戏水。月光下，小凯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愣住了，但他没有上前打扰，只是默默地看着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看着秀色可餐的身体，他对于自己曾经欺负过的小太妹感到懊悔。第2天，太平跪在蒙古的圣山下，祈求神灵保佑父亲，原谅父亲。这是男人的圣山，只有男人才能爬上去，因为自己是个女人，没办法上去。这时小凯带着2个朋友来到了圣山，他们要比赛攀爬。看到太平在这，2个朋友开始找太平的麻烦，一直以来都是小凯欺负太平，这次却主动制止朋友。结束后还不忘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太平。太平很疑惑，他不明白小凯为何要帮自己。某天太平再次来到熟悉的山洞，变成女孩后，他摆了一圈石头，将石头想象成自己的孩子，玩起过家家的游戏。玩着玩着，小凯突然出现，彻底揭穿了她是女孩子的事实。太平很害怕，因为除了家人，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。但小凯保证自己不会告诉别人，这才让太平放心。小凯确实说到做到了，他不仅没有把太平的秘密说出去，反而从那之后处处保护太平。看他摔倒受伤，小凯第一个冲上去扶他起来。太平躲进山洞里处理伤口，小凯也跟了过来，他要为太平处理伤口。太平胸口的布被小凯一下子扯开，看着太平女孩子的身体，小凯蠢蠢欲动，心里安生了情愫。从此2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时常来到山洞里约会。太平时而是男孩，时而是女孩，2个人一起骑马，
一起在大草原上奔驰，还一起偷窥对夫妻亲热。天哪，小凯真的是个老司机，一看就是熟门熟路。太平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套路，又羞涩又懵懂又好奇，这份地下恋情甜蜜又美好。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因为小凯在太平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让雅安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于是他偷偷尾随小凯来到后山，结果看见了抱在一起乱啃的两人。雅安十分惊讶，但更多的是记恨。于是他开始在村子里散布谣言，说太平是个不男不女的妖怪，并教唆几个女人当众脱掉太平的上衣，证实太平的性别。好在小凯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英雄救美显身手，替太平解了围，并将她带走。悲痛不已的太平向小凯哭诉：我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不是人吗？为什么我就不能牵着心爱人的手生个孩子？小凯安慰着太平，鼓励她要坚强一些。不久，父亲老蔡回来了，谣言很快传到了父亲的耳朵中。父亲勒令太平不准出门，等风波停息再让他出来。此时母亲的面容十分憔悴，因为她刚刚遭受父亲的家暴，家暴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生下一个男孩。另一边，小凯不知道太平家里发生的事，依旧每天到山洞里苦等，等不到人，他就来到太平的家里，找了个借口支走了老蔡。太平偷偷跑了出来，母亲也没有阻拦。小凯表示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太平，希望太平能够跟自己私奔。虽然太平很想这么做，但是他却不能这么做，因为自己一旦逃走，母亲必定会被父亲毒打。太平不想母亲受罪，只好告诉小凯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。小凯被太平的决定伤透了心，他告诉太平3天后他会等着太平，希望太平可以改变主意，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做主。说完就离开了。小凯走后，太平一个人待在山洞里，看着手中的发卡，他回忆起了过往。小的时候，因为母亲给自己买过一个发卡，父亲就对母亲实施鞭打，直到把母亲打哑了，关进地窖里才算结束。从那之后，母亲再也不敢把太平跟女孩子扯上关系。回忆到这里，突然背后传来了声响，是父亲老蔡。他在雅安的指引下找到了这里，父亲二话不说，对着太平就是一顿鞭打。太平紧握住自己最喜欢的发卡，无助地哀嚎着。回到家后，太平不想再顺从了，他脱掉衣服，坚定地告诉父亲自己是个女孩，是个女人。但因为父亲是专横的，不讲道理的，这个举动彻底将他激怒。这次干脆把太平扔进了地窖，完全不顾太平和母亲的反对，然后对外宣称太平去了城里，过段时间回来。在寒冷的地窖里，太平十分想念小凯，往日的画面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。小凯问他：你有多爱我？太平数了数手指，10万、100万、1000万、亿。他告诉小凯：我10亿分爱你。晚上母亲偷偷来看他，地窖的墙壁上全是抓痕。太平哭诉，他渴望做一个女人，渴望做一个妻子，渴望成为一个母亲。他也有自己喜欢的男人，那个男人也爱他。母亲听完之后慌忙摇摇头，看得出来他对父亲的恐惧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。3天的时间很快就到了，这时3女儿也回到家乡准备生娃。小凯没有看到太平，知道是被老蔡囚禁起来了，于是他找到老蔡，要求老蔡立马放人，不然就将他的恶行公之于众。老蔡毫不退让，狠狠地把小凯摔倒在地。晚上3女儿要分娩了，老蔡在帐篷外等着。此时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多年前太平出生的那个夜晚，回想起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，一股愧疚感顿时涌上心头。当年就是因为巴尔吉的那句嘲讽的话，他才会把太平当儿子养。为了扮演一个儿子，太平从小就用束带裹着身体，连喝5碗烈酒，端着烟杆抽烟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赞许。这一幕幕回想起来，老蔡终于醒悟了，自己自私又病态的思想实在是过分，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已经深深伤害了2个无辜的女人。在大喊一声我的女儿啊之后，他策马奔腾来到了地窖口，打算放了太平。不过太平已经被母亲先一步放走。老蔡抓住妻子的手，这一次老蔡没有发火，而是向妻子郑重的道歉。很快3女儿顺利生产，值得高兴的是生了个男孩，老蔡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影片的最后，太平终于换上了艳丽的女装，和小凯一起在象征着神意的圣山面前自由地牵手徜徉。远处一头俊美的白马飘来，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，白马纵横欢跃，奔向远方的山巅，那是自由和幸福的象征。结局虽然美好，但是过程中的一些画面依然触目惊心。仅仅因为性别问题，孩子就被如此的区别对待，只能说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思想害了不知道多少人。蒙古如此，一些国家也是这样。在人类的观念里，似乎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，殊不知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：
人类也是从母系社会转变而来，人类的繁衍也终究离不开女人的子宫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